欢迎来到 Agent 创世纪。本期由我们解读卡内基梅隆大学与匹兹堡大学的最新研究。科研团队利用全新的 PCCA-FA 统计算法，揭示了前额叶跨半球通讯的惊人规模。基于 Nature Communications 预印本的研究证实，跨越左右脑的对话远比局部交流更活跃，且直接受控于全局专注度。理解大脑协同的关键在于查明单个神经元究竟受谁控制。研究者对比了两种潜在的运作模式，第一种是受控于临近神经元，即 within area 的局部计算；第二种则是跨越物理半球，直接参与 across area 的全局大网络交互。这一谜题的解答直接关乎注意力与记忆等核心认知功能的底层逻辑。过去探索这一谜题常受到技术近视的干扰，传统工具主要依赖均值相关性指标，即 mean、RSK。它像一把模糊的放大镜，将局部波动与跨区交流粗暴地揉捏在一起。由于无法精准剥离这些维度，研究者此前只能看到一团模糊的神经混沌。在传统均值相关性测量中，跨前额叶半球的观测值往往接近于0，这曾误导研究者认为两侧大脑各自为战。实际上，这只是数据上的抵消幻觉。强烈的正负相关波形在均值处理中相互中和，掩盖了真实的通讯事实。剥离这些复杂的信号需要更精准的统计工具。针对均值陷阱带来的局限，研究者引入了 PCCA-FA 统计算法。该模型融合了概率典型相关分析与因子分析，它专为双脑区同步记录打造，被视为终极神经方差拆解引擎。这种方法能够精准拆解斜方差，透视每一次神经放电背后的多维动机。PCCA-FA 的核心逻辑像是一部方差分离机，它把原始的神经放电变异通过模型拆解，首先提取出 across area 跨区组件，也就是左右半球间的共享信号，接着分离出 within area 局部组件，代表各区域内部的特异性计算，最后剔除掉独立的神经元噪声。这种精细化拆解让通信信号层次分明。在架构设计上， PCCA-FA 实现了对传统模型的关键跃迁。以往的 PCCA 仅依靠单一潜在变量，容易丢失局部结构信息。相比之下，新算法在跨区变量之下，创新地引入了 Z1 和 Z2 两个局部潜变量。这种分层结构首创地还原了斜方差矩阵的低质与对角线特征，从而在捕捉全局对话的同时，完整保留了半球内部的计算维度。这种架构上的跃迁直接带来了工具性能的代差级优势。在与均值相关性和传统 PCCA 的对比中， PCCA-FA 是唯一能实现双脑区信号精确拆分的方法。它还能提取 Z1 和 Z2 局部特异性维度。此外，模型在参数量控制与抗小样本干扰上表现卓越，有效弥补了传统工具在处理复杂神经数据时的多项技术短板。PCCA-FA 在小样本下的收敛速度，展现了该算法对数据的极致利用。对比实验曲线显示，传统 PCCA 在试次数量较少时，其方差估算准确度震荡剧烈。相比之下，新算法在极少的试次内就实现了急速收敛。轨迹紧贴代表真实环境的 ground truth 虚线。这种强大的拟合能力让活体秒级解析在有限的数据下成为可能。为了将算法应用于实测，团队在3只猕猴的双侧前额叶开展了同步记录实验。研究人员利用双侧96通道的 Utah 高精度微电极阵列，在42个独立实验任务中捕捉信号。实验共收集了数万次毫秒级的双脑区同步试次数据。这种高精度的实验规模为后续解析跨半球通讯提供了扎实的基础。为了捕捉纯粹的思考瞬间，实验采用了空间记忆引导的扫视任务。研究者将分析窗口锁定在目标闪现后的延迟记忆期。这个黄金1秒窗口剔除了外部视觉输入与扫视运动的干扰。这种极致的数据聚焦，使得记录下的信号完全对应于大脑最纯粹的内部认知处理与信息交互。除了锁定时间窗口， PCCA-FA 还会进一步滤除数据中的时间迷雾。它排除了长达数小时的慢速状态漂移，仅保留试次间的高频真实变异。这种提纯过程确保捕捉到的每一条线索都是瞬时神经通信的铁证，有效排除了长期背景噪音对真实交互的污染。随着干扰信号的剥离，研究者揭示了一个惊人的真相：以往被认为极弱的跨半球交流，其实际强度远超局部交流。
PCCA-FA 的数据显示，大脑左右半球共享的信号方差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这推翻了半球内部私聊强于跨区对话的传统科学预设。具体的量化数据进一步验证了这一发现。跨区共享信号解释了 11.5% 的方差，显著高于局部信号的 7.66%， 两者差异极显著。统计学 P 值仅为 2.6 乘以10的负7次方。前额叶有超过1/10的波动能量，实际上都在维系左右半球间的庞大通讯桥梁。这种交互不仅在量级上占优，在复杂度上更是展现了绝对统治力。维度分析显示，跨半球共享维度平均达到 5.41 维，显著高于局部的 4.06 维。这意味着跨半球互动并非简单的单通道回声，而是一个比局部计算更高维、更复杂的信息网络，承载着极其庞大的信息流。既然跨区与局部交流都表现出极高的活跃度，研究者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这些信号究竟是同一种语言的简单蔓延，还是两套截然不同的独立机制？为了找到答案，研究团队决定通过计算两组通信子空间在多维空间中的几何夹角来测定它们之间的关联性。计算结果显示，全脑交流与局部计算的子空间夹角高达 68.2 度，这一数值已经逼近了数学上的绝对正交。这有力地证明，大脑的不同层级使用了截然不同的沟通频段。这种正交性确保了宏观协同信号与局部微观计算互不串扰，展现出极其精妙的选择性信息门控机制。既然这种全局信号独立于局部计算，那么它的源头究竟在哪里？研究者发现，这种复杂的跨半球协同并不对应于单纯的视觉刺激或运动计划，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脑干底部的蓝斑核等深层结构。这意味着统领全脑的庞大信号实际上是由唤醒度，也就是 arousal 这一全局状态所驱动的。验证驱动机制的关键证据来自对瞳孔直径的微米级追踪。这种微观涨落是公认反映全脑唤醒度最可靠的生物指标。研究团队利用高频眼动仪在记录数万个神经元放电的同时，同步捕获了每一个视次间的瞳孔变化。这为验证跨半球通讯与全局状态的关联提供了精准的生物学基准。分析结果揭示了跨区变量与瞳孔波动的惊人重合。跨区组件对瞳孔涨落的解释率达 0.25， 而局部组件仅为 0.038。这种显著的数据对比印证了一个定论：大脑左右半球之间海量的通讯暗语，很大程度上是在全脑同步反映全局唤醒状态。研究团队据此构建了前额叶通讯的新模型。模型显示，蓝斑核产生的全局唤醒信号会驱动跨越左右脑的强烈共波。这种宏观信号如同笼罩全脑的广播。与此同时，两个半球内部依然能进行独立且特异性的局部计算。这种分层协同机制确保了大脑在维持整体认知状态的同时，不会干扰局部的精密信息处理。PCCA-FA 统计算法不仅是一项数学创新，更让研究者得以清晰剥离大脑的世界语与地方方言。通过对 11.5% 的跨区共享方差进行精准提取，它解决了传统测量中的信号抵消问题。这一成果直接为多脑区同步脑机接口以及更复杂的认知解码打开了全新大门。研究团队通过这种多维解析手段，标志着前额叶通讯研究迈入了新纪元。